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8月30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2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09.80，收盘价是206.28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14.89，最低价是在205.97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6227.67万股，与前一个交易日的成交量基本持平。KD 值，双线是继续下行。开口不变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快线是下穿了慢线，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微小的红柱，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目前的空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8月2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实体中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横盘的走势。那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，开盘股价即站上了20均线值，然后是一路向上突破了5日均线值，上方是在10日均线值遇到了压力，在盘中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，然后呢又跌回到5日均线值和20均线值的下方，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底部。那么出现这样的走势说明当日股价是有反弹的意愿的，但是由于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呢，那股价呢又被压回到当日 K 线的底部，那生成了一根含有长上影线的中红 K 线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这样的一根 K 线日后如果是股价是低开低走，那么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信息，我们会看到自8月26日到8月27日还有8月28日连续3根 K 线都是含有长下影线的红 K， 那也就是这3根K 线都是止跌的信号 K 线。那么只有到了8月29日，在这个地方是出现了反弹，但是呢很遗憾收盘价没有站上8月28日这根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11，没有确认这个止跌，反而呢出现反弹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止涨的信号 K 线。那这样一来，8月28日和8月29日这2根 K 线，它们的最高和它们的最低将会成为日后股价走势的重要标志。也就是说，日后股价如果跌破了这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它的最低203，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下行。如果日后股价能够站上8月2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15，这是止涨的信号 K 线。如果能够站上它，那么股价将会瓦解这个止涨的信号，那股价将会有进一步反弹的走势。所以呢，我们认为日后从 K 线信息来解读，日后股价的走势，上方215和下方的203将会成为重要标志。那么也很有可能日后股价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
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8月2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下行，收盘价会在201附近。对，在这个位置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10附近。而实际在8月29日收盘价是在206.28，股价呢是出现了横盘向上。那我们预测的反弹啊和实际当日股价的走势啊是基本相同的，但是很遗憾，股价并没有收盘在210，而是被压回到206。好，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啊，说出现这样止涨的信号 K 线呢，股价如果是低开低走会有下行的走势，因此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好，那么对于8月30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182，在到达它之前，目前203。也就是这个重要标志位和197是8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那么这两个位置将成为日后股价下行的重要支撑。那182如果被跌破，将会继续自7月11日以来的这个空头趋势。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77，还有就是168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，股价的上行呢，目标也是不变，仍然是228。那在到达它之前，目前在8月29日新生成的这根止涨的信号 K 线，它的最高也就是在205附近，还有8月26日这根 K 线最高220，那这两个位置将是股价上行的两个强压力。这是在到达228之前的重要的压力。好，那228如果能够被站上，将会确认自8月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那么股价会继续向上，继续向上的目标呢就是271。但是在到达它之前有两个中间目标，一个是235，另外一个是256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日后股价的下行和上行。我们再来看8月30日，在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，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8月28日这根红 K 实体的下沿，实际上就是收盘价是在206附近。那我们说在8月29日盘中，股价如果能够在206上方运行，股价是容易收高的。在它的下方运行是容易收低的。那实际在当日我们会看到股价一直是在206上方运行，但是很遗憾呢，股价没有收盘在高位，而是被压回到和在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的附近，出现了横盘的走势。好，那到了8月30日，我们要关注的仍然是206，但是这个206啊，我们关注的是8月29日这根红 K 的最低是206.28。我们取整数206。那关注它的目的呢，就是出现止涨的信号K 线之后啊，那么股价如果能够在前低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才会有反弹的可能。否则在盘中如果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运行，那么股价将会收盘在较低的一个位置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关注206的原因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在8月29日收盘价在206.28这个位置，对于多头来说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是做多的，因为虽然出现了反弹，但是呢它出现了一个止涨的信号 K 线，所以在这个位置多头是不可以进场的。
那么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这根止涨信号 K 线的最高215，还有上方的220。那么空头的目标是203，还有就是197，在这个位置，这是空头的目标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8月30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我们首先来看上方的压力位，上方的压力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，它们的范围是从207到上方的209，这个位置呢也是强压力，我们会看到这条下行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焦点也是在这个位置。那第二个压力位是前高215，第三个压力位是220，第四个压力位是225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8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203，这是一个重要标志位。然后是200关口，第三个支撑位是197，第四个支撑是192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8月3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下行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08，下方最低会到达200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03附近。那出现这样的下跌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08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或者叫反弹，我们会给出2个收盘价的点位。那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说是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06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11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09附近。那如果最高价能够到达214，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211附近。那出现这样反弹的走势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06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8月3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